Hello， 各位 ，Welcome Archer Diary， 我们的韩国釜山第3天喽。各位，一群人一大早要来去神秘的地方。哇，来进去我家的 APEC House 了。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位于东博公园内的 APEC 世峰楼啦，它是韩国釜山著名的国际化地标景点呢。走入1楼大厅呢，你会看到我们整个世峰楼呢，它的大楼外观啊，是以韩国的传统建筑亭子为主体作为改良的。这边呢，还有当时的开会画面呢，很值得留念。各位，这里面前面会有一个简单的2005年呢，在南韩这边举办 APEC 会议的一个代表介绍。然后呢，那一年呢是台湾的前任经济部部长林信义来参加的。200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会议室大厅长怎样喽。你看上面写首脑会议第2次会议的场地，大概就是长这样。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坐在这边。好，然后我们可以来找一下台湾代表的位置。你看 ，Russia 是俄罗斯，然后新加坡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啊。各位，这个1楼外的面海窗户是不是海景第1排？超美的，这个玻璃屋啊，还可以看到外面的灯塔，绝美之景。哇，广安大桥的烟火节太漂亮了吧！每年10月亚洲最大型的烟花节日哦。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园区，带你看一下当时他们 APEC 在这里开会的场地啊。然后一个园区长这样，一个小小的景点啊。那来这个公园呢，有3大景点一定要看，一个是我们刚刚的世峰楼，第2个就是这个灯塔呢。哎呀，阿里广安大桥啊，整个海岸。哎呀。我们那一天就是住在那个前面那个你也运动的，行来去黑啊，它这3基也是加上广的建筑物啊，是盖101啊，哇，给大家看一下野海，然后这起日出，然后广安大桥，很多人会在这边玩游艇啊什么的，广安大桥 ，APEC 的这一栋全部尽收眼底，超。那各位这边呢有一个牌子啊，写着呢这里必看的风景啦，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牌子，寻找上面的景色哦。各位，他们说这个广安大桥啊是全韩国第2长的2层结构的建筑桥啊。再来，我非常推荐一定要走一旁的木栈道啊，除了可以看美人鱼像之外，这边的海景风景配上我们整个釜山岸边的高楼大厦，值得啊！来偷偷跟大家讲啊，来 APEC 这边啊，要走下来这个木栈道这边，它的海景超美，建议你们来这边一定要走这个海景，不要走上面的柏油路，你会看到超美的景色，给你们看。这边沿海是不是从这个礁石一路到海云台的沙滩？整个风景超美超美，然后可以看到 The Sky 101，然后的那个海上列车，哇哦！各位，就是前面这一间餐厅啦，我们今天来的就是这一间啦，给大家看一下啦。各位，我现在来到的是一间咖啡厅啊，海景景观咖啡厅，还蛮漂亮的地方，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到这间冷气咖啡餐厅啊，里面的布置真的非常漂亮又文青啊，结合这边的海景感，而且它的面包甜点种类超级多元，来的人呢会不知道该挑什么才好。你看每个面包都非常的精致，就连蛋糕也是啊，来的朋友啊一定会疯狂啊。那各位，我真的觉得这一间咖啡厅最厉害的是它的采光，你们可以看到一整面的落地窗户，配上它这个超级舒服舒适的座位，
整个营造的气氛非常的缓和、温暖、舒服，让你呢坐在这边就可以坐一整个早上或下午，忘记整个烦恼啊。那这边呢座位非常的多，1到4楼可以做选择，无论是你想坐室内、室外，都有不同的感受哦。各位晒个太阳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好了，哇，这边刚好海边海上景观咖啡厅，就像这样，各位这样是很美的，好不好？喝一杯。哇，各位，从这圆顶小洞里面，那边好像就是红白灯塔哦。然后我现在是独自一个人在外面，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空间。其实呢，现在温度我觉得算是负的，可是还不错。然后呢，听着海风的声音，哎呀，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哇，各位，这间餐厅太棒了吧！这夏天的话，外国人应该很喜欢坐在这个懒人沙发这边躺着看海景吧？哇 ，OK， 这一间无敌海景，来喜欢的朋友可以 Google 一下，它的名叫这样 Corelani 这一间，好不好？一望无际的海洋美景都在这里。OK， 接着呢，我们要准备来去吃午餐啦。今天的午餐呢，来到了青沙浦这里啦。这里非常著名的就是这个红白双胞胎灯塔。有经过这里的朋友，不妨呢从旁边的海堤啊走过去，跟他们合个影呢。哦，这也是这里著名的地标哦。接着来到了今天的午餐所在地啦，我们的海云台1号贝壳店啦。这里面呢打造的非常像南洋风格啊，一看就知道要来吃釜山最有名的海鲜料理啦。这边有分火烤跟火煮2种模式呢。那老师呢会先教学，告诉我们怎么煮才最道地、最好吃，接着就换我们自己来爆炒一番喽。各位可以看这边的海鲜的新鲜程度，整个鲍鱼啊在上面啊还是活生生的，在不知不知的动起来呢，你就可以知道非常新鲜的海鲜吃下去鲜甜可口。各位来这边青沙浦可以来这个火烤韩式餐厅吃一下哦。现在是帅哥哥在帮烤，现场直接贝壳宴帮烤。他们在烤虾子，还有在烤这个蛤蟆。跟各位简单说一下刚刚的那个海上餐厅啊，不是海上餐厅，海边的这个餐厅，它不错，它有很多的贝类，然后呢有一些海鲜，所以可以来这边吃看海鲜的朋友可以尝鲜一下。那分量我们是觉得有点不够啦，那因为这次是跟团，也不知道费用是多少，所以来的朋友可能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它的费用跟价钱的部分。然后海鲜啊，就是还不错，有火烤也有水煮的锅可以吃，蛮新鲜的。那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参考看看，吃吃看，因为它旁边的风景很漂亮，而且离海上列车也非常的近哦。各位，这就是海上列车，一台一台这样过去，然后4个人一组的一台，然后沿着海岸边呢看釜山最美的海岸风景。各位，就是这里车站 station， 从这里买票坐车。那我们这个海云台啊缆线公园啊，除了有胶囊列车之外，也有我们眼前的这个海岸列车啦。整个呢都是采复古造型的列车，而且啊全车厢皆为面海座位哦。各位，我们即将要走去那个天空步道，听说玻璃都是地板都是玻璃，整个可以看到海景哦。好，然后这边有一站是海上列车会停的一站。然后啊，大家可以在这边搭车。你看，胶囊列车要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免费的进入步道长这样。地图它是位于这个海岸边旁边一个题型。就是这个啦，很多人要来这边拍照，拍我后面这个桥跟这个，哇！这个就是天空步道，那个蓝是不是超美的？
那我们一路呢就从青沙浦站啊步行的方式来到了这个青沙浦必玩的景点天空步道啦，上面真的非常多人。那这个天空步道呢，它的海平面呢总共高20公尺，长72.5公尺啊，向整个大海延伸过去。那中间呢会有一块有玻璃路面，那就好像走在海上的感觉，直接悬浮在海上的刺激感啊，是这里的最大特色。那一路从这个景观台啊正前方走到啊海上灯塔为止。这种啊，后门波比然后一个围墙看出去的风景。然后呢，整个步道大概是这样，有人呢会走这一段。这一段是最有挑战性的，然后这是这一段，大家会这样坐着拍啊。后面这个整段都是玻璃的，只是它现在应该是维修还是反正现在就是没法进入。那除了玻璃地面之外啊，它也有这种铁网地面，那这个就要非常小心了，一不注意啊，可能你的手机就会掉下去啊。那整个呢就可以感受到海风从下面吹上来的刺激感。你袂感觉恐怖吗？来看下，这背光，但是嘛是会使。啊，这下较有风诶，腿会不会发抖？哇，那你真敢呢？你很敢哦。可以哦。这里我就很怕我的手机会掉下去了。啊，一样看着这个釜山的沿海岸边，在这个天空步道上面这里。各位，这个是导游给我们的海上胶囊列车的车票。那准备搭乘海上胶囊列车之前啊，会经过一个卖纪念品店的地方。那接着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胶囊列车啊，一台一台的进站喽，非常期待，因为这是来釜山必玩的蓝线公园。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这个海上列车上面了，这是4个人一台，然后有一张小小的桌子，胶囊列车啊。各位，你们看是不是超梦幻、超美的，好像开在海上的列车一样？而且这边的海上胶囊列车啊，每一台啊款式都不一样，颜色都不一样，还有一些贴的特别可爱的图案呢。那最美的当然不外乎就是你的整面窗户看过去的海上风景啦。沿途呢还会经过一些大桥，可以看到大桥之美呀。你这个是2层啊，我现在这上面这一层，而且下面是那个列车这样，有形就相框的尴尬啊。轨，你看，安尼是不是好像开在海上，无看到铁轨？这个亲像开在海上的那种尴尬啊，海上列车啊。你阿姑那边，这样。看一下对面的夫妻，看得目不转睛啊！各位，海上列车来釜山必推必推。列车缓缓进入站后啊，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的终点站维普站。那这里呢，我们准备要用步行的方式来去我们釜山最高的建筑物Busan The Sky， 位于我们的眼前。这边呢，据说有全世界最高的星巴克呢。买票，这边买票。那我们呢就准备搭乘这个釜山的 The Sky 电梯啊，也是非常的快，跟我们的101那个一样，速度是很快就可以到达最高的楼层。那我觉得这里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整圈呢都有电子萤幕，那这个电子萤幕啊，会随着我们的楼层高度不断往上爬，给我们看到风景不一样。从一开始热气球到后来飞机的高空高度啊，好像是我们真的能想破到云间的这种感觉。推荐来的人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电梯的特色。先说一下，下楼下电梯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风景哦。那各位一出来的话，我觉得还蛮清新明亮的。它是一个
玻璃落地窗户，然后有2、3层楼的高度，在这上面看着我们整个釜山海滩外景啊，非常的美。那这里呢是釜山最高啊，韩国第2高的摩天大楼啦，就位于海云台的海水浴场旁边啦，所以啊可以看到整个海云台的风景跟旁边的整个釜山的建筑物。那其中啊，这里最大的特色啊，就是位于上面顶端呢有一个玻璃地面，直接从100层楼的高度往下看，挑战你的胆度啊！有人会听啊，这个很高从这个走下去。那这个 Charles Sky 呢，总共楼高是411.6公尺，共101层楼高啊，非常高的高度。这是纪念品98纪念品的收窄，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吃东西的。大概可以看一下卖纪念品的地方，然后卖食物的地方。另外啊，推荐一下这个纪念品超酷的，它每个把南韩的城镇啊都变成一个磁铁，你每到一个地方呢就可以贴上，我觉得超有特色。各位，我们来去看看传说中最高的星巴克，好不好？攻略一下这里。各位，我已经慢慢走上海上最高楼的星巴克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特别的东西，来去看一下。各位，这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星巴克，看出去就是釜山无敌大海景。哇，广安大桥尽收眼底。这里，哇！最后呢，我们要准备下去到地面的时候，电梯又给我们惊喜啦！各位，一路往下呢，就好比来到了海底世界，这个高度一直往下进入深海当中啊。那一旁啊，哇，还有鲨鱼可以互动，真的是给坐电梯的人啊，充满了非常多的惊喜感。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厉害的，很值得大家一定要来这边坐这个电梯啊！呀，这就是我们 Charles Sky 的101外景样子啦，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另外啊，在这个海岸边啊，这边的鸽仔是鸟，真的完全不怕人啊，就直接往人群里面蜂拥而上，这一幕非常的震撼，拍给大家看。最后结束了，想要用夕阳给打来攻结束啊！我们的韩国行要结束了。各位，在最后的海云台的美景，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落日啊，哇！以上呢就是我们呢3日带大家游整个釜山行啦。可以看到有海云台啊、胶囊列车啊，还有龙宫云桥、松岛湾等个风景风貌呢。那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分享跟订阅咯。各位，我们下集见，拜拜。